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波士交易。今天是2023年4月29号，今天休市。然后呢，我们复盘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一个市场分析，然后分享一下我的一个交易思想。首先看一下我在上一周的一个交易记录的一个详情。我现在的账户余额是125.93美金啊，这是刚刚结束的一个上周的行情之后我的账户余额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的交易详情。24号开始，好，这是我上周的一个交易记录。那它的上周呢，一共做了一二三四，一共做了4单啊。其中呢，最大的一个收益是4.65美金，相当于46个点啊。最大的亏损呢是0.75美金，相当于亏了7个点啊。本周收益呢是7.41美金，相当于7美金。然后我的本金是50美金，那所以呢，本周的收益率呢就是14%。这就是我上周的一个交易实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具体复盘一下上周的一个走势，然后分享一下我当时的一个操作思路和交易思想。那7月24号应该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分析。上周呢，其实在周五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小的一个突破啊，在这个区间之内。所以呢，当周一的时候呢，它有个复盘的，有个回调，然后呢，又迅速的突破了这个前高。我当时是一直是多单持有的，形成这种结构呢，我们标一下数，趋势的起点定义为0。那我一直是多单持有的，当形成这个24的连线，形成大于65度的这个特殊形态，那在波式交易里呢，它的方向是没有变的。如果价格突破这个趋势线，它方向没有变，未来还继续看多。但是呢，实际情况呢，它回调的比较深啊，只到2这个点附近。二这个点呢，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非界点 S 啊，所以它没有突破这个非界点 S，证明它的方向还是往上走的。我原来的止损点是在2这个上方这个一点点的位置，为了保存我的收益。所以当价格跌破这个时候，把我的止损把我给止盈出去了，但是没有突破二这个 S 点。所以呢，当价格再次往上走的时候，它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调整浪啊。所以呢，后来我就在突破调整浪之后，形成这个调整浪，再继续往上走的时候，我在这个地方又做了一个多单。那依据呢，就是没有突破这个 S 点啊，所以方向还是往上走的。所以我的止损点呢就在下方这个位置。那后来接着我是继续持有啊，所以呢，当时我做的一个交易分析呢，仍然是继续看多啊。但是当价格到达前边这个5这个点的时候，它没能有效突破啊，还是回到了我们这个区间之内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当它突破这个前方这个形成调整浪之后，再次跌破这个调整浪的低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它有可能再走一个区间的一个盘整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把我的多单，因为在这个地方下了个多单嘛，我一直是持有的。直到未能突破这个5这个点，未能有效突破5这个点之后，回来又走了一个，我以为是走一个回调，没想到是一个假的回调，然后它形成了一个下降的一个走势。它的确认点就是突破了我们这个调整浪的一个浪底啊，突破这个浪底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意识到，因为在波式交易里，像这种行情，就是急速上升的行情，它未来有可能，最大可能是展开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，但是它没有它，那唯一解释的一个理由就是有可能走一个区间交易。所以当再次突破这个调整浪的时候，我就确认到，哦、我要把我的多单给止盈出来。随后呢，在这个位置我也做了一个空单啊。所以呢，
再次确认它是一个区间交易，那我就摒弃波式交易所有的一个交易原则。那区间交易呢，就是只只剩一个交易策略，那就是低买和高卖。当价格再次到达这个前方的这个低点的时候，我把我的空单给指引出来，随后做了一个多单啊，这就是我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多单，目前呢还是一个多单持有。这基本上就是整个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我的一个交易策略和交易思想。这是我们复盘，我想说的一些东西。嗯，其实就像一开始我前几期做的节目，我不喜欢这种区间交易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市场行情它只有三种，一个是上升的行情，一个是下降的行情，再是横向盘整的行情，对吧？我们遇见这三种行情，我不可能说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去交易，我不喜欢是不喜欢，但是还是得去交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整个占到这个市场行情的1/3啊，所以呢，你们不喜欢也没办法啊。这就是我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哦，我的一个交易思想。那好的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